2023年11月29日，未来换电联盟迎来了第二家合作伙伴吉利，跟长安一样，他们共享的是下一代面向大众市场的超充快换电池包。考虑到未来现在在研究900伏的 EDS， 甚至电池包都有可能不是800伏的，是900伏甚至更高电压的，所以以后不要说什么800伏来了换电怎么办，应该问800伏了还不能换电，体验都远不如未来的400伏。未来以后车都900伏而且能换电了，你们怎么办？这次呢，未来也回答了更多有关换电联盟的问题，比如说未来车主们的换电站怎么办？那回答是这样的：未来车主有自己的专属网络，而且后续呢还会持续建设，合作之后的换电站只会越来越多。后续呢多品牌将共享网络，未来车主呢也都能用，以后大家的出行呢将会有更多的选择。对于是否跟出租车共享换电网络的时候，未来是这么回答的：私家车和营运车分属两大换电标准体系，私家车这一块未来用户有自己的专属网络，后续持续建设，后续多品牌共享，未来车主也都能用，换电的体验只会越来越好。这样来看呢，基本上就比较清晰了。我的解读如下，仅为我自己的解读可能会错误。第一点就是目前未来的换电站呢都是私家车的换电站，未来车主是独享的。第二点呢，等阿尔卑斯上市之后，3代换电站会开放给未来的子品牌阿尔卑斯使用，我猜呢应该也是部分开放。第三点呢，就是换电联盟所建设的私家车的换电站，未来阿尔卑斯以及联盟的私家车都可以共用。第四点呢，就是换电联盟所建设的网约车换电站，应该是网约车们去共用的。有人问为啥网约车要单独建站？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啊，网约车的里程数跟私家车是不一样的，电池的消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。换电这件事情呢，未来从2017年的 Neo Day 那次自动换电的演示开始，自己干了6年了。未来有多强呢？未来一家自己干的时候，可以干出车企最多的充电桩，可以干出2300座车企最多的换电站。现在联盟来了，钱多车多，建设能力的只会更加惊人。换电统一的才有好处啊，各家不要相互的去抢地盘。现在你已经能看到，质疑未来、理解未来、成为未来一个地方，未来的换电站边上建了好几座别的品牌的换电站，这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对地盘的浪费啊。Neo Power 呢，3000多万次的换电经验，出色的调度能力，瞬间就能赋能完毕，那大家就用未来的就好了呀。Neo 呢，常年经营高端品牌的能力，不管是技术呢还是运营，也都可以直接使用了，甚至未来的审美呢也是直接复用，大家也都满意。对于电网来说呢，换电解决了800伏平时没有用，充电的时候呢又突发高功率，对电网是有冲击的，又解决了800伏的高电价问题，顺带呢解决了800伏如果被400伏占着，如果被增程车占着，这个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。消费者呢也能用恰如其分的电费享受3分钟加满，几倍于800伏理想状态下才有的补能效率问题。换电呢还让大家选购极大电池的必要性下降，平时呢用小电池，长途呢临时租一个大电池成为可能，不用时刻背负着大电池，可以让车辆的效率提升，也同时也是对锂矿的节约。换电呢，其实对于电池的回收也是有好处的。这个问题呢，目前还没有集中爆发出来。第一批电动车呢，差不多就进入这个时期了。电池的回收是有价值的，但是呢，各自凌乱的去报废就比较难回收了。有了换电站之后，批量化的可靠退役，既是资源节约，也是环境保护啊。这就像一个人随地尿尿，跟一群人去厕所统一的尿，建一个厕所呢，显然效果还是更加好的。还有些人忽略的，就其实换电一直是国家在推动换电接口的统一，换电的统一标准。研究编制换电技术标准体系，推动换电电池尺寸、换电接口、通信协议等标准统一。央企呢、国家队、民企的巨头接连加入了未来的换电联盟，后面呢还有好几家要陆续加入，这呢就是国家意志、政策支持以及用户收益3方面的共同结果。再喊换电没有未来的，这边就建议多读读书了。而且呢，未来也通过常年的运营形成了巨大的护城河。你在前台能看到的是，未来有几千座换电站，有3300万次换电，有坚定投入换电的决心，有很强的基建能力，有主导的换电标准。其实背后还有你看不到的，才是这些东西更加难学习的。换电背后的 Neo Power 的灵魂，未来能源云。小到你每一次发起换电，找到最近的换电站，换电站对于不同订单的策略化排队，对于在途车主的排序显示，大到能源云实时连接每块电池。在换电的时候，换电站通过图像识别技术来扫描电池底壳外观，根据电池的历史工况调节出要换出来的电池，保证电池的整体循环次数在均衡状态。电池在换电站里用多大的电流进行充电，部分电池是否需要充满均衡，电池有没有潜在风险，如果有潜在风险了，随时把它下架。每一次换电，能源云都在默默的监控这些。能源云呢还会去监管换电站的性能，对换电站进行远程运维，不管是换电平台、电池螺栓，都处于时刻的监管中啊。有一年 Neo Power Day 其实现场演示过这个东西，我印象中每一个螺栓的每一次扭矩都是实时可以看到的。后面呢，估计这个云越来越复杂了，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， Neo 再也没有公开的去展示过这个云了。
可充可换可升级，加上大众市场的产品上市，这是对智能充电车型的暴杀啊。至于有人说股价没有反馈时，那太正常了。造车、定义车、上市车都是需要时间的，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，换电对于消费者是有正向的影响的；对于厂商来说，换电也是有正向的激励的。对于政府的角度来看，换电可以有效的节约资源，甚至换电站具有储能的能力，可以跟电网进行协同的能力，这些都是只能充电的车所完全不具备的能力。所以换电就是比充电优越啊！好，这个视频懂了来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区订阅到买买买买的头条、B 站、微博与 YouTube 都有自己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